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银雨写的开荒攻略。由于银雨血无法刷手抽，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，在开局都没有抽到什么好用的 SSR， 又不晓得要怎么配对，那么开荒就会很痛苦。这边就简单的推荐给大家几个由 S2 队员所组成的队伍，来帮助大家度过苦涩的开荒期。银雨写的队伍基本会由3个月相的成员所组成，因为只有凑满3个月相的成员，才能在战斗中触发血月降临。血月降临是游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爆发系统，在血月降临的这段期间，不仅释放奥义的消耗会减少一点，期间造成的伤害还会提升 25%。大方向上，满月的角色通常会是输出，半月的角色通常会是辅助，残月的角色则会是奶妈或坦克。简单来说，银雨写的队伍配置就是由坦克、奶妈、辅助和输出所组成的，其实官方都已经帮你分配好了。当中最重要的是坦克，如果没有很好的坦克，即使你有最强的输出，也是挨不了多久的。只有一个好的坦克在前排扛着，你的输出才有可能在后方舒舒服服的输出。第一个要推荐的队员是游戏开局就会送的 SSR 小哈提，建议优先把它当成主力来培养。小哈提毕竟是个 SSR， 所以对比其他的 S2 成员还是会有属性方面的优势的。哈提在前期你的队伍还不齐全的时候，可以用来充当一个坦克，半个输出和半个控制来使用。小哈提在战斗开始就会向前方冲锋，并对冲撞到的第一个敌方单位造成伤害，并为其施加全伤害降低，持续6秒。小哈提可以用来独自守住一个方向一段时间，通常我们会用它来缠住一个能力比较强的精英怪，或者快速冲到敌方后排，去解决掉一些麻烦的后排角色。小哈提的全伤害降低可以用来降低精英怪的输出，这是他对抗精英怪的本钱。而且在生命首次低于 40% 时，还会立即恢复一些生命，并获得吸血的能力，这些都是小哈提用来生存的本钱。如果遇到藏在后排，无法在开局冲撞的精英怪，也可以使用小哈提的奥义来锁定对方。小哈提的奥义和他的开场技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伤害更高，和多了一个嘲讽的技能。嘲讽除了可以吸引火力，还可以用来打断蓄力技能。如果遇到小怪比较少的关卡，就可以重点的使用小哈提的奥义来对付精英怪。由于在银雨血里经常会出现被两面夹攻的场合，所以我们也会需要2个坦克来分别扛住2个方向的敌人。S2 的杰斯蒂就是前期很好用的一个控制坦。杰斯蒂在战斗开始就会为自身施加永久持续的物理伤害降低，在战斗中每普攻4次，也会为自身施加一个护盾，是前期最能扛的 S2 坦克。杰斯蒂的奥义可以跳跃到一个指定的地点，然后造成范围伤害，并嘲讽命中的目标，同时为自身施加护盾。这是个很好用的低费奥义，主要是用来打断技能，拖住负数的敌方，同时也可以用来当个小输出。杰斯蒂的奥义是前期使用率最高的一招，反正只要看到有一群敌人在蓄力，就马上使用杰斯蒂的奥义来打断就对了。看到一群正在蓄力的蛋，直接用杰斯蒂的奥义来打断，怪物就生不出来了。第3个要推荐的是奶妈 S2 的小苍岭。小苍岭在战斗开始时，可以为身前一格的友方施加月晕。月晕会在携带者的生命低于 60% 时，消耗月晕来给予少量的恢复。我们通常会把杰斯蒂放在这个位置，用来支援他扛伤害。小苍岭的用途很简单，就是在队友血量不支时，释放3费的奥义来治疗队友。在面对高压的关卡时，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使用杰斯蒂的奥义来进行防守，和小苍岭的奥义来回血就可以了。间中还可以使用其他队友的奥义来输出。第4个位置是给输出的 ，S2 的安普莎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安普莎的技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它只是一个能给自身增加暴击率的范围型输出。但它胜在游戏会送，所以可以快速的升到3星，
对比其他 S2 会有属性上的优势。通常会把安普沙安排在小仓廪的身旁，让安普沙、小仓廪和杰斯蒂这三人组去打一个方向。安普沙的输出范围可以和杰斯蒂重合，利用这两人快速的清完杂兵，然后再去和小哈提会合。小哈提要面向人比较少的一个方，三人组则要去应对人多的一方。然后小仓廪就在身后帮忙回血，通常这三人之间的距离都不会相隔太远，所以小仓廪的回血是可以同时照顾到三人的生存的。间中如果小哈提的血量不够了，就转去为小哈提回血。整个队伍的战斗流程和思路大概就是这样。最后一个队员就看关卡的需要来决定上什么类型的角色，它可以是一个辅助，也可以是一个坦克，甚至是一个输出。在生存压力大的场合，可以上 S2 的诺亚，它算半个坦克和半个输出。小诺亚是范围输出，可以配合杰斯蒂和安普沙快速轻敌，而且它一开始就有吸血的能力，所以也不至于会太脆。小诺亚是个近程，不会跑太远，所以也不必担心它会脱离小仓廪能治疗的范围。只要把小诺亚摆在和杰斯蒂同排就好。如果关卡的敌人没那么多，没有生存压力，那就干脆再带一个输出。赛蒂是 S2 的最强单体输出，释放奥义时会给自己先施加攻速和攻击提升，奥义则会对单体造成合计破千的伤害。在不需要范围输出的关卡时，也可以用赛蒂来代替安普沙的位置。在打小怪不多的首领战时，也可以派赛蒂出场，让赛蒂专心的对首领输出，然后把小怪交给杰斯蒂。这就是前期，在你完全抽不到好用的 SSR 前，可以使用的基础队伍配置。队员替换方面，如果你有更好的坦克，比如召唤坦、贝拉、始祖级别的召唤坦归乡的艾米，或同样是3费的物理坦、西奥法纳，3费的法术坦、弗里德里希，这些都可以将杰斯蒂给换掉。奶妈方面，如果你有大仓廪或赛特，就可以将小仓廪给替换掉。输出方面的选择就比较多了，你有任何一个始祖级别的输出都可以上。其他比较不挑队员的是希波蒂，它可以完美的代替安普沙。希波蒂同样是个范围输出，自身有暴击率提升，也能降低敌方的抗爆率，而且它的范围输出还有少量的追踪能力。切西亚可打单体也可打范围，但它需要有召唤物才是完全体。如果队伍里有召唤坦、归乡的艾米或贝拉，又或者是召唤流的输出，归乡的诺亚就可以直接上。如果没有，就等队伍需要第二个输出时才上。切西亚的奥义要5费，所以在普通的队伍里，输出没有安普沙灵活，所以它更适合用来当副输出。奥塔维亚有驱散敌方增益的能力，能打范围也能打单体，但因为范围比较小，所以无法完全代替安普沙的功能。唯一的优势是奥义只有3费，比安普沙的4费低。以上的选项都只是暂时过渡的，真正最好的上位替代是28号就会登场的拉米亚。拉米亚基本上会坐稳第1输出的宝座，到时你只需要考虑第5名队员是要上副输出还是上辅助就好。限定池会用红色的限定券来抽，所以普通卷可以直接用完，不用留，只需要把红色的限定卷和血钻留给限定池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